大家好，我是威廉，今天要来跟大家说说在现实世界中实际存在的地狱。你们能想象吗？在地球的另一端，成千上万名儿童持续遭受到虐杀。可怕的是，整个社会却将这样的事情视为稀松平常。是的，我们今天要来讲讲非洲的巫童。巫童是现在能存在于非洲地区的一种迷信。那以西非、中非的某些国家为主，例如奈及利亚、刚果、安哥拉等等。那当地人只要家里遭逢不幸，大一点，比如说家里有人死亡、生病；那小一点，比如说就是家里有人失业，那没有钱等等的，他们都会怪罪于是家中有邪灵作乱。那于是呢，他们就会请来部落的牧师来为家里进行驱魔或者是祈福消灾的一个仪式。那通常情况下，牧师到了这一些部落或家族之后，他们会声称就是这个部落或家族的小孩就是遭到了邪灵附身，并且就是这一些巫童为家族带来了不幸。接着牧师会收取昂贵的费用，开始为巫童进行驱魔。那所谓的驱魔，其实不过就是一些惨无人道的虐待手法。那举例来说，奈及利亚一名小女孩玛丽被认定为巫童之后，她的母亲在牧师的指导之下，朝她的嘴巴灌入了毒药。然而这并没有能够杀死她，于是母亲接着在她的头上淋下了强碱。父亲则负责将尖叫中的玛丽丢到了屋外的田里。玛丽在屋子外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无神地望着这个曾经带给她温暖的家。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她才跑进了树林中。也许她一辈子都无法理解，她究竟做错了什么。9岁的艾利多和恩瓦卡都被父亲在头上钻了许多根铁钉。8岁的格里则被父亲从眼睛还有耳朵灌入了汽油。当然，这都只是众多驱魔仪式中的一小部分。那过程中，孩童会因为痛苦而尖叫。那根据这一些部落牧师的说法，尖叫声越强烈，代表恶灵的抵抗越顽强，代表恶灵越强大，也就是仪式越有效果。最终，孩童会因为承受不了痛苦而承认自己就是巫童。或许第一时间我们听到这样难以置信的迷信之时，我们都会认为是当地的土著信仰在作祟。然而，恰恰相反的是，非洲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经历了欧美列强的入侵及殖民，95%的土地都由欧洲的国家侵占。那只有伊索比亚和赖比瑞亚保持了独立的状态。非洲在第2次世界大战之后分裂出63个国家，是世界上国家数最多的一个州。然而，殖民时代的结束并不代表着殖民影响的消散。以奈及利亚为例，基督教人口占44.21%，伊斯兰教只占了52.61%。那在这一些巫童的驱魔案件中，过半数都有基督教的牧师牵涉其中。五旬节教派是20世纪初期就是兴起的一种基督教新教运动。那教徒们普遍相信疾病还有残疾可以透过与圣灵的对话还有祈祷来治愈。于是呢，许多打着五旬节教义的牧师利用了与非洲当地的土著信仰的结合，那声称自己就是先知，能够识别就是部落或者是家族中的恶灵，那借以收取就是上千美元的费用来进行驱魔。上千美元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呢？那依照世界银行2018年的统计，刚果人均收入是1640美元，奈及利亚则是1960美元。也就是说，上千美元的驱魔费用相当于当地人1整年的收入。因此，这一些牧师几乎可以说是当地最好赚的一个职业。也正因为如此，驱除巫童已经形成一条特殊、复杂且庞大的经济产业链。那根据统计，光是刚果这个国家就有5万名儿童被认定为巫童而持续遭受虐待。旧约圣经出埃及记中记载，我们不该让女巫活着。那么这一句话直接导致了基督教世界自古以来就有着猎杀女巫的历史。从1484年教皇英诺森8世颁布的女巫敕令开始，到1782年最后一位女巫在瑞士遭到了处死。15到18世纪是西方猎杀女巫最惨烈的一个时期。那大概有30万人遭到了巫术罪名的定罪而被处死。1692年2月，在英属北美的塞勒姆地区，
牧师塞缪尔·帕里斯的9岁女儿贝蒂·帕里斯，以及11岁的外甥女艾比盖尔·威廉斯得了一种奇怪的病。两人开始呈现昏睡的状态，并且会在睡梦中尖叫、乱扔东西，有时身体还会抽筋，并且发出痛苦的呻吟声。接着，其他女孩也出现了同样的症状，恐慌笼罩了整个小镇。当时的医生诊断认为，这些女孩是受到了巫术的蛊惑。由于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恶灵是通过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身上的，因此恶灵只有受害者看得见。有趣的是，正是因为这种恶灵证据说直接受到了法庭的采纳，那被这些生病的女孩指认的对象，当然就直接成为了巫师的嫌疑人。那这导致了塞勒姆镇和波士顿的监狱里等待审判的巫师人满为患，大约有200多人被指控使用巫术。那最终审判导致了20人受到了死刑的处分，那其中19人皆是处以绞刑，另外还有5位死于狱中，其中2位还是幼儿。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式的鬼片？不同于华人世界中的鬼，通常是带着遗憾而死的人。那因此电影的结局通常就是了却心愿的鬼就可以安心的进入第三世界嘛。那美式的鬼片比较像是就是依照基督教圣经中记载的形象，那他们的恶魔是一种自古就存在、纯粹的邪恶，神父或者是牧师就像是上帝的驱魔代言人一样，就好像捕饭幽助一样的存在。那也因此，就是猎杀女巫和驱魔这样的文化，一直到今天的欧美世界中都还随处可见。比如说帅气的康斯坦丁驱魔神探，或者是恐怖大师史蒂芬金笔下的魔女嘉莉。非洲地区许多国家就是承袭了这样子基督教的世界观，那又结合了一些当地的巫毒信仰，让奈及利亚的电视台就制播了非常多一系列就是有关于驱魔或者是女巫这样子的电视节目，那收视率在当地也都非常的好。也因此就是我们可以认知到一件事情，就是巫童其实是来自于当地人就是耳濡目染并且深信不疑的一种文化，只是这一次他们猎杀的不再是女巫，而是儿童。1994年4月，位于东非的卢安达爆发了大规模胡图族人对图西族人的屠杀，短短的100天内，就是直接导致了50万到100万人被杀。那屠杀过后，大批的难民逃到了邻近的萨伊共和国嘛，也因此导致了萨伊共和国人民在1996年底不满大批的难民带来的经济负担，以及对当权蒙博托政府的专制腐败的失望，由卡比拉所领导的武装力量直接与政府军爆发了内战。那这一次的内战直接导致了540万人的死亡或者是流离失所。卡比拉呢也索性将这些流离失所的儿童聚集起来作为他的娃娃兵。这些娃娃兵许多甚至不到10岁，他们身穿绿色的军服，脚穿橡胶的靴子，在1997年5月轻轻松松的就攻进了首都金夏沙。卡比拉宣誓就职总统之后，也确认将国号恢复为刚果共和国。然而，娃娃兵不但是卡比拉的秘密武器，它最终也成为政敌，就是刺杀卡比拉的武装力量。也因此，就是在这些非洲地区，社会普遍将儿童视为一种更具危险的存在，而非需要保护的弱小。那小孩子的另一种威胁是来自于生活物质上的，就是由于长期的内战导致了生活物资的贫瘠。这些家族或者是部落为了维持粮食的分配，其实他们很需要一个减少人口的理由。此外，也因为艾滋病的传播，在1990到2009短短的10年间，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孤儿人数就从原本的100万人暴增到1500万人，而这些流浪的孩子对于社区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负担，也因此常常遭到社区的污名化。近年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有国际人权组织，就是也渐渐发现到非洲地区这些巫童的现象。那他们也非常积极的在收容这些就是被认定为巫童的小孩子。那我们也都希望有一天，全世界都不会再有小孩子受苦。我是奶爸威廉，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订阅分享，我们下次见喽。